说的蛊毒到底是怎么传播到人体内的？他从南方带回来的毒蜈蚣，携带着大量的蛊毒粉末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，让人产生幻觉，意识混乱，被他操控或者致死。苏妈妈已经疯了，大夫说她也时日无多了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我只希望如烟能安息。哎呀，这世道啊，还真挺危险的。你是不是又要吹牛说你要回宫了？哼，真当自己是平民百姓了，还回不回宫了？谁在那儿？哎，有人吗？看哪人来了？他突然着火了！啊！那边看看。跳蚤着火的时候，你确定只有你一个人？对啊，你仔细再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？是不是应该是被抛弃的？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还没有，就这一个人。继续找。是。哎，张小萌来了吗？已经上那儿了。来了。嗯，申捕头。这次再来，是想接你爷爷的班。我跟爷爷说想找点正事做。你是很有天赋，可是我们衙门里可从来没有过女捕快呢。住的地方找到了吗？走吧。我跟你爷爷共事多年了，你就先住我家，正好还能和我女儿做个伴。对于捕快的事儿，我会跟县令大人批示一下的。尸体我刚刚看过了，手上戴着手镯，凶手不是谋财。再看看，是一具女尸，手被人从背后捆绑着。没有挣扎过的痕迹，着火前他应该是没有意识的，但尸体损坏得太严重了，我无法确定他准确的死亡时间。着火前他是昏厥的，还是死亡的，就要看他肺里残留的灰烬了。大费周章，充满仪式的杀人手法，没想到再次出现了。再一次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一位母亲穿着红衣，去城里的亲戚家借了一篮子米。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也是被烧成了黑漆漆的一团。和现在一样，臭气熏天，空气中飘荡着燃烧的灰烬，而他的孩子还在等着他回家做饭呢。这还并不是第一起，之前5年里还有6起手法一模一样的案件，每次我们都是出动了所有人，可结果都是一无所获。每起案件的死者都是女性，都是穿着红衣，都是在某天的清晨化为了灰烬，不是仇杀，没有关联，时间也不固定。第1起和第2起相隔了2年，后来时间慢慢缩短，上一起和这一起只隔了不到半年。
凶手像是为了满足自己情绪上的需求，或是信仰，所以创造出了一种他幻想中的审判，或是执法。世间罪恶从来不曾停止，只有律法是最好的存在。它所确保的是社会的底线，人的底线。这不是对死者大不敬吗？闭嘴！这还不是为了破案？不破案才是对死者的最大不敬。死者并不是杀死后被转移的，而是被活活烧死的。死者的肺部切片有大量的炭灰，死前又没有挣扎过。我猜测，他死前可能被迷药迷晕了。刘员外，你说前天晚上在你家中突然收到了一封带血的书信。信上写着与你有着血海深仇，要你带着200两银票放在书信中寄往五柳巷的37号，是不是真的？大人明鉴，小的说都是真的。所以昨天一早你就取出了200两，交于义夫，送到了那个地址。对，里面装着钱。之后你便报了官。等我们的人到了那个地址之后，发现那个地址已经荒废，收件地址上的人之前是个屠夫，离开这里已经很多年了。刘员外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大人明鉴，小的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怎么？任务。叔叔，把这个案子破了让我看看。老张，谁又在喊我老张？楚大人。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那封带猪血的信，消失的杀猪屠夫就是收件人，这都是障眼法。这案子的根源就是犯人想要信封里的钱，而这城里的每一片区域都有固定的驿站和驿夫，收信送信都由固定的人来完成收送，他就是唯一能够接触到这钱的，所以那个驿夫就是犯人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愣着干嘛呀？抓人去呀！